周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罕见的多重危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应该坚持开放包容、协商合作，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表示，我们要同舟共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大方向，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要聚焦行动，落实好全球合作议程。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希望各方积极参与。要坚持发展优先，推进减贫、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绿色转型、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将坚持维护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坚持互利共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合作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近期，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第6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等多边场合提到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个重要概念。特别是在10月30号，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第1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对如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5点建议更是得到全球高度关注。观察指出，过去1年来，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然而，一些国家却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把个别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给整个世界带节奏，搞伪多边主义，使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那么，西方的多边主义针对第三国的，对吧？他的盟友啊，我们把它称为团团伙伙，它是针对中国，或者针对俄罗斯或者等其他国家的。你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多边主义都是针对事情，为了解决问题。我们的金砖，我们的一带一路，我们的亚投行，这个我们的多边主义有几个特点：一，多边的；第二，针对的是问题，大家共同面临挑战；第三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任何国家都来参与新型的多边主义。本届从都论坛以多边主义2.0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合作为主题召开。参会的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有年认为，所谓多边主义2.0就是为解决世界问题的多边主义。新冠也好，像气候也好，恐怖主义也好，这些都是人类的公敌啊！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以后也会越来越多。那么，美国以前所做的1.0版的这个多边主义是传统的安全观，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继续的崛起啊，这个2.0版的这个多边主义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从都国际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本届论坛来自30多国的160多位政商学界重磅嘉宾，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会，包括近30位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可见，在后疫情时代，为全面应对当今和未来的全球性挑战，各国对于重振多边主义和持续推进多边主义2.0的期待。
在习近平主席发表完视频致辞后，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领袖联盟主席图尔克等政要也通过视频发来了祝贺，表示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而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对话。这也是在疫情之下坚持举办论坛、创造交流平台的最大动力。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了多位与会的中外嘉宾，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世界渴望交流，也渴望答案”。 For multilateralism, particularly in this new phase where we're confronting so many challenges, that there are things we can cooperate. It's a time to stop protectionism. We need to act together, make sure that global citizens, not just our national citizens, are vaccinated. Then in that way we can have true economic recovery globally and have these global supply chains open. Common vision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s really and truly needed more than ever. You might remember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report that he issued in September this year, he also spoke about the new global consensus to tackle the new challenges united as a global community. 习主席的演讲我印象非常深刻。中国人民非常幸运，拥有这么伟大的领袖。我们都看到了中国在医学、抗疫、科技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习主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努力，尤其是我非常欣赏刚刚习主席说的，用勇气和智慧从一个胜利达到另一个胜利。我坚信，在领袖的领导下，各个国家在互信前提下达到繁荣未来。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飞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全球更要商量着办。习主席的讲话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出要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总的就是促进世界更加公平、公正，提出全人类的这个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我觉得这些共同价值将来会引领我们重新塑造这个全球治理的体系。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表示，在当今世界面临多重危机之际，中国领导人在从都论坛发出要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的声音，令人振奋。莱特姆特别肯定了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的贡献。At a moment where multilateralism is challenged, it is really of crucial importance that a big nation like China is now one of the pillars on which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s supported. I think it's a very positive journey over the last 20 years, opening up of China towards the world, integration of China in the world trade system. And of course, through that,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ic progress. 塞尔维亚前总统博里斯·塔迪奇对中国提出落实全球合作议程表示赞扬。他指出，新冠疫情远未平息，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又引发新一波危机，因此他希望看到国与国之间有更多合作，而非竞争。在塔迪奇看来，只有各国团结协作，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难题。I mean, after economic crisis 2012 until now, we had many risks in the global arena regarding bilateral relations, multilateral relations. Without cooperation, we cannot create improvement. Only with cooperation, we can solve this extremely important problem which is affecting whole world.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岐山表示，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共识、坚定信心，促进共同发展。王岐山强调，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利己达人，崇尚和合包容，追求和平大同。中方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致力于拓展共同发展途径，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推进团结合作共赢，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新挑战。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网站周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通过列举事实数字和各国相关机构、人士及专家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以及美国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
而对于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向全球兜售其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多位出席2021从都国际论坛的国际学者和政要也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自身国内治理一团糟，却对别国的民主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实为以民主为幌子，对与其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进行打压遏制。这种反民主的行径注定不得人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全文约 1.5 万字，除序言和结束语外，还包括何为民主、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两部分。报告说，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在制度层面，报告指出，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权力制衡变成否决政治，选举规则缺陷损害公平正义，民主制度失灵，引发信任危机。在民主实践乱象上，报告列举了国会暴乱震惊全球、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疫情失控酿成惨剧、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言论自由名不符实等具体现象。报告指出，当下的美国对内应切实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完善自身民主制度；对外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不是对内只讲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而忽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对外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以价值观为手段划分阵营，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干涉、颠覆、侵略之实。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出席2021从都国际论坛时表示，美式民主的堕落，首先是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的堕落造成的。世人永远无法忘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疫情期间宣称注射消毒剂可治新冠的愚昧无知举动。郑永年认为，当美国无法管理好自己时，就会把责任推给别国。西方为什么现在堕落？堕落就是因为政治精英的堕落。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你什么政体，这个精英负有很大的责任，对吧？或者统治阶层负有重大的责任。当精英堕落了，统治阶层堕落了，这个社会怎么也没有希望了，是吧？所以他表现的就是自己呢又管理不好，又对人家呢没法负责。那更重要的就是他往往是自己负不了责任，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美国民主情况报告还表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周六发表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更指出，评判一种民主形式好不好，实践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每年都保持在90%以上，这是中国民主具有强大生命力最真实的反应。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在出席2021从都国际论坛时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不应该把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而中国领导层也因此而获得广泛支持。It's very clear that Chinese leadership today has a very strong support by the citizens, not the least because it is delivering progress, socio-economic progress, and a better future for Chinese citizens. 外界还注意到，美国主导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即将举行。这次会议虽然打着民主的旗号，但实际上是一次空喊口号、推行霸权、制造分裂和对抗的会议，实质是借所谓民主之名搞小集团和小圈子，行遏制打压他国、挑动分裂对抗之实。塞尔维亚前总统博里斯·塔迪奇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不应该将美式民主强加于人，更不应该打着民主的旗号孤立别国。And I would like to talk with my American friends.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really equal approach to every single country, and to not to put some countries in a kind of isolation.
讽刺的是，就在美国紧锣密鼓筹备民主峰会之际，美国却被国际智库最新报告列入民主现况倒退名单。郑永年表示，美西方内部的危机跟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他们选择把责任推给中俄，这种做法只能是损人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看，过两天他们又要开所谓的民主峰会了，明明西方的民主的这个危机来自内部嘛，对吧？内部危机深刻。那就推给中国跟俄罗斯，自己内部解决不了，就把内部问题外化到外面，对吧？但是最终呢，他还是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使自己问题的更加恶化。美国《纽约客》杂志网站日前也在题为“民主峰会”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的民主能否持久的文章中指出，在过去1年里，美国政府改善国内民主的前景十分黯淡，在这种背景下还发起所谓民主峰会，最终只会是一厢情愿。好，相关你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外交部网站周日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那您对这份报告怎么看？为何选在此时发布呢？是的，同迪，国新办昨天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外交部今天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书，这当然不是巧合，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在12月的第一个周末，先后就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进行了分别阐述，前者200多字。重在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如何坚持和完善的，是一份自述性的纲领文献。后者14000多字，是一份通过举事实、列数字、论观点的方式梳理美国民主制度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乱象，以及对外输出民主危害性的陈述性报告。仔细对比，我认为这2份报告在撰写的逻辑上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都十分讲究民主的实践、民主的本质内涵。比如说，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通过哪5个方面来推动具体实践的？美国的民主在实践的过程中引发了哪些乱象？我个人认为，这种一脉相承的撰写逻辑体现了中国政府想借此传递的中式民主评价观，那就是白皮书里那句。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人类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永无止境。细读这份美国的民主我发现中方措辞还是很中肯的。第2章节的第1句话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历史上美国民主的发展有其进步性，政党制、代议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等，是对欧洲封建专制的否定和革新。也就是说，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并不是在全盘否定美式民主，而是提出我方观点，那就是美式民主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异化。当美式民主沦为金钱政治，当一人一票被少数精英统治、沽名钓誉，当权力制衡走向否决政治的极端，民主就只剩下形而上的空壳，沦为横切阶级、纵切身份、挑唆对立的育民之术，其实质已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寡头政治。那么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与美国民主情况报告的用意是什么呢？民主可以是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又是无比具体的每一个选项。我们能够抛开国家禀赋、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习俗等诸多客观因素，去形而上的抨击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不民主吗？显然不能。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干的。他们自诩手握民主的金标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玩着排他性的民主论证游戏。这种凭借优势话语体系与庞大传媒机器进行的洗脑式攻讦是具有迷惑性的。这一方面源于民主概念的复杂性，也源于民主被工具化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包治百病的药方。这个时候，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的一段论述就显得格外珍贵了。是这么说的：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各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现实国情不同，民主的形式选择必然不同。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民主模式，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弊病丛生，甚至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先后抛出中国的民主
与美国的民主情况两份重磅文件是在国际舆论场上设置一个论民主的多样性与自我改良的议程。我们用社会主义民主雄辩地证明了民主的多样性与有效性，也用美式民主的异化诚恳地指出对方正在面临的问题。倘若几天之后召开的所谓民主峰会真如美国国务院标榜的那样，所谓提出振兴民主复兴的积极议程，那么大洋彼岸自诩灯塔的美国就应该真诚谦虚地就其民主面临的问题进行客观检讨，并聆听来自各方的建议。反之，则进一步证明这场打着民主旗号的峰会不过是又一次妄图将自身问题转嫁于他国，将矛头指向提出问题的人，而非问题本身的自欺欺人式的表演。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六是第8个国家宪法日，为加深社会各界对国家和香港的宪制基础的认识，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中联办共同举办了以宪法与一国两制为主题的网上座谈会，探讨宪法与一国两制的关系，以及香港如何在宪法框架下更好落实一国两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时表示，香港回归祖国后能够持续繁荣稳定，有赖于成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必须深化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正确认識，並全力維護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憲制秩序。憲法係基本法嘅立法依據同埋效力來源，並與基本法共同構成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憲制基礎，為香港嘅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最有力嘅保障。因此，所有香港市民均有責任尊重同埋維護以憲法同埋基本法為核心嘅憲制秩序。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指出，要完善香港特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健全中央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區行使全面管制權的制度，進一步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健全特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完善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憲法確立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根基，保障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引領一國兩制事業與時俱進，不承認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至高地位，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忘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怎麼來的，實際上就是否定一國兩制的憲制根基。这3点内容，我觉得骆主任讲得非常的深刻啊，对于我们未来如何理解宪法在香港的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具有重要的指导的意义的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发表了主题演讲。张勇表示，香港在很多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等，还没有完全建立与国家制度衔接和有效联系，强调实践一国两制、维护特区宪制秩序必须做到5个坚持，包括坚持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治港，坚持单一制原则等。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正在成为新的时代命题。过去2年，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机制逐步建立健全，确保爱国者治港的选举制度日臻完善，这些都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生动实践。2017年，香港首次举行国家宪法日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基础"。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的主题为"国家宪法与改革开放"。2019年，座谈会的主题为"宪法与国家发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的座谈会改以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主题为“宪法与国家安全”。当年1月履新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指出，香港社会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认同和遵从宪法、认同和尊重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才能破解近年来一国两制实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而香港今年连续第5年举办的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也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后的首次。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也同时展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与思考香港基金会合作，近日在全港中小学举办国家宪法日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认识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建立国家观念及培养国民身份认同。而香港特区公务员学院将于本月9号成立，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也于今年7月至9月举办了一系列以认识宪制秩序、维护国家安全为主题的讲座，共有约1300人次参与。每次的这种选题呢，都特别契合当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吧？所以实际上选题是非常精准的。那么今年这个选题呢，我觉得在我的理解看啊，它实际上就是在香港由乱到治的这个转变之后，对于未来，对吧，来提出的一个宏观性的、前瞻性的、整体性的这个考虑，也是因为我们未来要考虑一国两制如何在新时代，对吧，在新的这种历史条件下来让它发展得更好，行稳致远嘛。国家宪法日当天，香港保安局辖下6个纪律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相关部门首长均出席观礼。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出席香港警察学院升旗仪式时就提到，爱国者治港已經成為香港主旋律，警隊也要加深對國家的認識。我哋更加要致力提高整個社會嘅憲法意識同埋觀念，樹立憲法權威。警隊作為維持國家安全嘅先鋒，更加要明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就係國家憲法嘅根本宗旨。此外，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以及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等多位香港特區政府官員也通過撰文、講話等多種形式表示，憲法是一國的根本體現，也是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根源。特區政府會通過不同途徑，讓香港市民全面、準確、深入認識憲法及基本法及其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只有捍衛憲法精神，遵守法治原則，香港才能有效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繼續發揮香港獨特優勢。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身為中國人，全面認識和尊重憲法是應有之義。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展開第3天的訪港行程，蘇炳添、馬龍、呂小軍、孫一文、崔曉彤和金牌教練王愛民等一早來到香港理工大學，與香港學生和運動員近距離交流。現場運動健兒們京劇頻出，引得台下歡呼連連。來看深圳衛視駐港記者從現場發回的報道。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林大輝在致辭中表示，今年適逢理大成立85週年，也正值香港重返正軌，迎來內地奧運健兒訪港，意義重大。他專門邀請運動員們考慮在退役後到理大讀書，並抓緊機會向馬龍提問，還幽默地表示，這就是入學考試題目。馬龍哥，如果你要下一屆的巴黎奧運會拿下這個第3面金牌，你覺得你最大的對手是誰？等一會你回答我，啊！我校長會把你的說話記錄下來的，叫考試啊！這樣你能不能到香港讀書就是這個考試了。馬龍則對現場觀眾直接喊起了學長學姐。未來的學長學姐們，大家好。剛才這個主席已經發出邀請，也給了我一個這個面試的題，我要答得好呢，未來還是有機會的。馬龍動情地提到自己備戰奧運時遇到嚴重傷病，但也是在這樣的至暗時刻才意識到乒乓球已經成為生命中無法割捨的一部分。如果說2016年之前我的目標是拿到冠軍，那麼在這次生命中，我的目標就變成希望能夠站在我熱愛的球台前繼續打球。比賽結束後，我給所有人都比了個心，這個心
也送给自己，送给那个在艰难时刻没有放弃的自己。国家游泳队教练王爱民在致辞时就笑言，自己赶不上林大会的邀请，但希望以后自己的弟子有机会来理大学习。他向观众分享了作为一名教练的自豪感。实际以我的身材，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不可能是个专业运动员啊。这个专业运动员谁选我这样的啊？身高不到1.7米，现在原来还1.7米，现在1.6米几了啊。岁数越大越抽抽啊。但是呢，这个个小不一定爱国心差。啊，我就认为这个教练员这个行业非常神圣，从小就有这种想法，我得干一个好教练，我也得培养一个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全运会、亚洲冠军啊，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高高飘扬，这就是我的梦想。百米飞人苏炳添则专门用粤语进行演讲，虽然常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苏神，但苏炳添却说自己心目中还有另一个苏神。佢叫蘇華偉，我諗在座香港嘅同胞都知道佢嘅故事。佢代表香港參加過4屆殘奧會，攞到過6塊金牌、3塊銀牌、3塊銅牌嘅好成績。我喺蘇華偉嘅身上都見到兩地青年為咗夢想奮鬥同一種信念，就係不向命運低頭，排除一切困難，為咗夢想拼搏向前。随后的互动提问环节，一位香港中学生提问苏炳添如何减压，以及中山有什么美食，萌翻全场。大家好，我想向苏炳添先生提问。我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景辉中小学的中学生吕启维。我想请问您是怎么样去减缓压力和自律練習嘅，同埋你最中意食嘅中山美食係咩啊？中山肯定係燒鵝啦。今天活动开始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我们看到在场有很多香港市民都带着国旗区旗，他们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氛围和美丽整洁的校园，让人很难把它与修例风波中一度被黑暴分子非法占据的理工大学联系起来。今天的理大校园无处不响彻着爱国声浪和对奥运健儿英雄主义的赞叹，这应该就是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最佳写照。能有这个机会能来到现场，而且能够提问马龙问题，也是很开心很激动。我还特意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戴了一个红色的口罩，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中国红这个因素吧。现在超级开心，超级激动，因为激动。对，因为刚刚跟奥运健儿见过面，然后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就很开心。就是很紧张，很激动，还没有缓过劲儿来的感觉，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距离奥运冠军最近的一次吧。周日，奥运代表团结束了此次香港3天访问行程后，乘坐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前往珠海隔离14日，再访问澳门3日。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内地奥运冠军访问香港引发追星旋风，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为了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相互交流，让港人更深入地了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奥秘。今年有关方面已经组织了3次时代精神耀香江活动，奥运冠军访香港是最新的一轮。那么以前的包括这个航天工程访香港，主要是航天科学家到香港访问讲学，让港人了解到国家航天事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航天科技是怎样达到世界前列的。之后是大国工匠访香港，主要是重大工程的设计者和建设者访问香港，让港人了解这重大工程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内地建筑企业如何为香港的繁荣和发展默默地贡献智慧和力量。那么这次是奥运冠军访香港，著名的运动员到香港与同行交流，与年轻人交流。由于奥运冠军的知名度比较高，经常在电视上亮相，那么访港期间引发追星风就不难理解。那么从我对香港问题的观察以前内地和香港的交流更多是自发性的，很多这个香港人还没有到内地看看国家发展的欣欣向荣，切身体验一下这个内地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一些
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认识、对内地的发展还是有偏差的，有的呢对内地的影响甚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尤其是年轻人，都没到跨过罗湖桥就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或者是外媒的报道对内地发展呢，是抱有偏见的，误视中国呀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今年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内地有关部门与香港特区政府呢主动加大内地与香港的交流，时代精神耀香江呢系列活动它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内地杰出人士访问香港来展示这个中国的可信、可爱、可敬形象。航天英雄和大国工匠呢突出可信、可敬，而奥运冠军访港呢则把可信、可爱、可敬呢给全面的展示出来。很多港人呢对内地奥运冠军呢也都很熟悉，像苏神都去了，使得呢这一次的这个访港交流活动呢增加了大众性，那么受到的欢迎程度呢也更加高。在12月4号国家宪法日，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共同主办宪法与一国两制座谈会，那这对香港发展有何现实意义呢？在国家宪法日呀，香港保安局下属的部队举行升旗仪式，以此呢展现爱国情怀和提高对国家的认同感。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中联办举办以宪法与一国两制为主题的网上座谈会，以加深了香港社会各界对国家和香港宪制基础的认识。无论是升旗仪式还是座谈会，都是教育活动，要港人呢全面的认识一国两制，从而呢全力维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宪制秩序。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那么在香港呢也是一样的，宪法确立了在香港构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宪法和基本法呢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这个宪制基础。没有宪法的授权，也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没有这个香港基本法，就没有一国两制方针的这个具体化、法律化、制度化，也就没有香港回归时的这种平稳过渡，也没有香港回归以后的持续发展。那么过去一些港人呢对香港的宪制秩序是有认识偏差的，强调基本法而轻视宪法，强调两制而忽视一国。这一国两制实践中呢也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出现反中乱港势力，是中央的果断出手堵塞了重大的法律漏洞，维护了社会安宁，带来了香港局势呢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那么现在呢香港呀正处在有治即兴的起点上，只有呢全面认识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准确的认识一国两制的内涵，那么香港呢才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呢才有保障。这呢也就要求香港社会呢加强宪法和基本法的教育，不断的增强香港同胞的这个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和保障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良政善治，把这个香港建设的更好，发展的更好。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期美俄多线展现对抗态势，围绕乌克兰局势，普京警告北约勿越红线，拜登则强硬回击称不接受任何人设下的红线。另一方面，在远东地区，美国加紧同日本演练新的作战概念，而俄太平洋舰队的冷堡导弹编队已开始在千岛群岛部署并执勤。那么，美俄这番你来我往，将对7号以视频形式上演的普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六，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发布声明称，拜登将于7号与普京举行视频会晤，讨论美俄关系的一系列议题，包括战略稳定、网络和地区问题。拜登将强调美方对俄方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军事活动的关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这次会晤主要议题包括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会晤开始和持续的时间将由2位总统自行决定。拜登今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与普京在瑞士日内瓦有过一次面对面会晤，两人上一次对话是在7月9号以通话形式进行。
近段时间以来，美俄互指对方在敏感地区增加军事部署。美国和乌克兰政府称，俄方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集结的军力已超11.5万，并计划在明年1月底前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对此，俄罗斯回应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紧靠俄边境的地区部署武器系统，进一步威胁了俄西部边境安全。普京还警告西方不要在乌部署北约军力，逾越俄罗斯的安全红线。拜登随即表示，不承认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画的红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路透社，拜登政府将坚决反对任何对盟友的侵略。To defe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sovereignty,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美联社表示，俄方希望通过会晤得到避免北约东扩的保证，但是拜登否定了这一要求，表示不接受任何红线，这使美国在对话中显得诚意不足，可能迫使俄升级军事力量。法国《费加罗报》的文章也认为，消除两国裂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6月的俄美元首会上，两人也曾表达过缓和两国关系的愿望，但会后却没取得实际成果，近来关系反而更紧张，焦点是乌克兰问题。乌问题不解决，俄美分歧难消解。拜登与普京再次举行会晤，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防止两国关系继续下滑。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问题就是乌克兰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呢，美国很明显是将乌克兰当作一个遏制俄罗斯的重要工具。我把它形容为顶在莫斯科胸膛上的一颗上了膛的枪。所以说这次会晤呢，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成果，主要体现在我想外交休兵。第二点呢，我想就是防止擦枪走火。当前俄美博弈的最前线是黑海地区。俄国防部周五表示，俄方在黑海中立水域上空发现正在向俄边境靠近的空中目标。为防止俄罗斯领空受到侵犯，俄军苏27、苏30战机升空前往查证拦截。经查证，识别出目标为美国空军 RC-135 战略侦察机以及美国陆军 CL-600 阿尔忒弥斯侦察机，俄军战机随即伴飞。这几年里面，美国对俄的一个战略性的钳制，我把它称之为这个老虎钳战术，也就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这两大点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方面的战略遏制。波罗的海方面呢，已经比较成功的动员了波罗的海、波兰等国的这种对俄的这种反俄的仇俄的情绪，而且这个北约在这个地区也连续不断的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而今年的重要的一个热点就是在黑海领域。我们知道11月初的时候，美国军舰以及北约的6个成员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在黑海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军事演习。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美国近期也加紧同亚太地区盟友演练新的作战概念，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被称为海上游击战的太平洋跳岛战术。美军计划本月进行相关演习。根据设定，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使用 C-130运输机将海马斯火箭炮从位于冲绳的普天间基地运往日本东北部的八户基地，目的是模拟发生突发状况时，美日双方的打击火力可以快速部署协同作战。此外，美防长奥斯汀周五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深化防务合作，以维持地区威慑力。俄罗斯方面也毫不示弱。俄东部军区新闻处周四表示，俄太平洋舰队的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已经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列装。俄太平洋舰队的导弹部队编队将每天不间断进行24小时执勤，以监控邻近水域和海峡地区。冷堡导弹系统可以摧毁登陆编队、护航舰队、舰艇和航母战斗群中的水面舰艇。此外，即使在密集火力和电子对抗的环境下，它对打击敌方单独舰艇也非常有效。
美联社称，此举凸显俄罗斯在俄日领土争端中的坚定立场。俄军事专家利托夫金表示，冷堡系统配备的镐玛瑙导弹射程可达600公里，精度高，可覆盖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整个岛屿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有权在其领土的任何地方部署军队，这种权利是不容置疑的。同一天，日首相安田文雄表示，我感到遗憾的是，围绕北方领土以及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此外，针对美高调宣布成功开展高超音速武器测试工作，俄先是宣布将在日本海举行首次锆石高超音速武器打击试验，随后公布东部军区 S-400防空导弹团成功组织反高超音速武器演习的信息。有分析认为，在顶住西部方向战略压力后，俄在东部方向主动出击，或将依托太平洋舰队组建远海战役司令部，常态化赴夏威夷附近海域等地遂行军事行动，以对冲美印太战略引发的负面影响，实现战略破局。随着美国在美国所构建的亚洲版的北约的日渐成型，那么俄罗斯在这个地区做出相应的反应，也是一个必然之举。我想另外呢，就是中俄中部战线上边的协作会进一步增加。我想但是双方呢也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